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加正式的開戰了。川普對加拿大課徵，針對他的汽車的進口要來課徵50%的關稅，結果反噬了自己。加拿大的總理卡尼這時候掀桌，還喊說會跟美國抗戰到2029年，而美國現在對於這個加拿大祭出的關稅政策，直接傷害的是它的3大車廠，包括了福特、通用、Stellantis 等等的廠商都先遭殃。另外呢，这個加拿大的部分還針對於美國的化肥礦產來做全面的反擊，紅州選票恐怕先崩潰。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深度剖析。好，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密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清華大學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密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記得幫我們節目按讚，寫下思密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寫下熱推，並且按下熱推鍵。好，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趕快按下加入吧。今天有關於美加之間的這一場戰爭，我們要來趕快看到的是，真的現在這一場貿易戰越打越嚴重了，因為最新消息，川普提出來的要針對加拿大製造的汽車、卡車以及汽車零組件關稅，一口氣從25%提高到50%，他是希望用高關稅來逼這些加拿大的車廠，還有呢相關的供應商，趕快的把你的生產線搬到美國來吧。結果我們來看到的是，加拿大真的會願意低頭嗎？趕快來看到加拿大總理的一個最新喊話跟最新的反制。他說呢，兩國現在正式進入戰爭的狀態，放話說我要打的是一場長期的抗戰，甚至要在川普任期結束，他都會一直打下去，並且趕快提出了9月8號開始對美國的商品採取$1對$1的報復性關稅。這一些打的商品包括了有鋼鐵、乳製品、家電、農業設施、紙漿跟紙業電子產品等等。加拿大一共呢還要求了這個要驅逐美國駐加拿大大使的一些人員的一個請願，現在聯署書更是已經突破了20萬人，整體的氣氛對美國是相當的不滿意的。而我們要來看到美國對加拿大課徵這50%的超高關稅，表面上是打加拿大，但怎麼回事呢？現在最被逼到牆角的竟然是美國的3大汽車商。我們要來看到有哪3大，包括了有福特、通用跟這一間公司。川普的這個50%的關稅戰，為什麼說是先逼到這3家廠商呢？因為我們要知道其實早就已經建立好美墨加3個有關於汽車產業在北美的一條很完整的供應鏈，在過去的數十年間，一台車可能會在加拿大來生產它的車體，在美國來製造它的引擎、變速箱，再透過墨西哥這邊來完成包括了零組件的生產，最後再回到美國來組裝。但是隨着川普的關稅戰打下去，整條的汽車供應鏈可能被打壞，而這當中影響的，先來看到福特，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這邊呢，福特早就已經投資大約是$30億，並且在這邊生產大型的皮卡跟商用車。而通用的部分在這邊同樣有生產皮卡之外，還有引擎、變速箱等等，都是在加拿大這邊有重要的生產基地。Stellantis 的話，旗下還有包括了多款的車款，在加拿大同樣是有這邊非常重要的生產布局。而在川普的關稅戰的消息一出之下，立刻重挫了這幾家廠商的股價。這2家包括了福特跟 Stellantis， 它的股價一度是跌了4%，通用的部分下跌幅度高達了2%。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尚志哥怎麼看了，到底是誰先撐不住？是這3大車廠呢，還是加拿大先撐不住？那美國希望把產線搬回到美國，從加拿大搬回到美國，真的有可能嗎？還是反而只會推高美國自己的車價？這一場關稅戰到底對誰比較不利？尚志哥怎麼看？是的，思密好一個加拿大，所以現在全世界都有說，他這次採取的是中國式強硬來面對於美國，因為過去沒有了。過去美國跟加拿大很多的衝突的時候，引用的法令都是232條款。那232條款當然也說得很重，可是事實上232條款是在什麼呢？它會是在美國、加拿大跟墨西哥的這個特惠的待遇之外，的特惠國特惠待遇之外，然後再加碼。但是這一次引用的是很嚴重，1930年
100年都沒有用過的這個338稅法哈，所以這次部分是什麼呢？就管你該先前跟加拿大有簽過怎麼樣的這些所謂的貿易的這個特惠條款，全部都不算數。而在這談判過程之中，我們也都清楚感受到，基本上它是直接就談判破裂，沒有在裡頭這個廝殺很多次。除了這個美國這個川普當中以及他們貿易代表團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因為這次美國有要求到加拿大的一些主權的一些要求，比如說你的一些供應的部分，你很多東西甚至是在這個貿易之外的很多要變成用美國的標準，所以這次引發非常大，也難怪全加拿大都支持對於美國這次的這個主要的這次的這個稅務抗爭。但這裡我們要了解幾個時間點，是這樣子，大家這個時間點還跟這次汽車業蠻重要的。首先，美國在8月22號說實施就實施了 ，OK， 這個50%的關稅，但是沒有包括全汽車，它是只是有部分的這些條款哦。但是也不能小看哦，因為以前跟加拿大都是对它的鐵啊、鋁啊這些東西出手，這次美國出手是包括民生哦，包括化妝品、包括家具、包括體育用品，跟剛剛我們電視上看的這一些哦。好，我們來看汽車業。第二，8月22號是美國先出手。再來，9月8號，加拿大对於美國所有的這個對等的關稅50%，真正的出手。再來是2027年1月1號，美國就全部的包括汽車業的全車。所以你看到3個時間點哦，3個時間點是互相疊加，也就是大家不要以為是美國科高關稅，沒有嘛，這次是加拿大反過來課你關稅。好，為什麼汽車業衝擊這麼大？首先，我們要了解美國汽車業當中，作為一個幾十年來的一個產業鏈，加拿大是作為它非常最重要的便宜的零組件的供應鏈，包括維修的各方面的機殼，不是小東西哦，都大東西。好，是這樣子。美國現在任何一部車在美國賣，它是什麼概念？它是要到加拿大送過去，再送到美國，大概2-3次，因為有一些零組件跟組裝的部分，加拿大也在分，所以你現在怎麼辦？美國你只要過境來我就50%，然後你去加拿大也50%，怎麼活啊？所以現在大家現在估算，大概對於美國汽車哈，如果我們剛剛講這3個時間點疊加，特別是2027年1月1號之後，所有的美國大大小小的汽車，平均每一部要多增加平均6500塊美金，20萬台幣，小車也是而且要知道，在加拿大這邊很多是美國非常主要的它不是家庭大型的 SUV， 包括皮卡，這些都是怎麼講呢？說家用跟農用各方面最普遍的這個車款哈。所以我們現在看到3大車廠怎麼辦？他們如果呢全部都移回到美國來制造生產嗎？不可能啊！特別剛剛提到那是 Stellantis 的這家，它有好多 Jeep 那些都是它的品牌。它事實上先前還剛在那邊蓋了一個新的汽車工廠呢。這3家汽車工廠都集中在安大略省，所以就是它的集中的傷害度不是分散的，會很清楚的感受到，比如勞工如果部分就被裁員等等。所以這裡頭其實當然對於美國、加拿大有衝擊，但是美國汽車業是一個結構性的衝擊，想都沒有想到。所以現在大家特別關注的是，在這個美加當中，我們知道川普有時候會改來改去，但是也不能。這次其實加拿大的強硬是，包括卡尼也正式說，他說他不要再認為有任何的僥倖，也就是說，面對這個美國當中，仿佛把你關稅取消，又時而仿佛賞賜給你，但說變臉就變臉。在這次卡尼的公開當中，他說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關係，也就是說這次。包括加拿大這麼樣的強硬，不只是對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汽車業這個特殊的美國加拿大這個產業的捆綁的結構，對於現在全部美國的剛剛講民生用品也都會有強烈的影響。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這個川普針對加拿大的這個關稅戰課徵50%的汽車的部分，現在看起來反噬的是美國自己的汽車產業哦。那另外一方面，卡尼呢強硬到底哦，他這一次呢決定要做的是精準打擊來打美國，那他選的也是非常的厲害哦。具有政治意涵的，包括了影響到的是美國的紅州，川普的紅州的選票。那這當中呢，包括了有工業的部分、製造業的部分跟農業。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加拿大準備反擊美國的部分，包括了鋼鐵、農業設備、家電、電子產品，這些都有包括企業跟工人在背後，也都是紅州的選民。再來，尤其影響到的就是密西根州跟俄亥俄州這一
一些地方是美國重要的汽車製造的基地，也是這個很重要的製造業的基地，所以是川普不能失手的工業選票，所以卡尼打在這裡也是有意義的。再來，加拿大還握住了另外一個很關鍵的，就是掌握了礦產，這當中包括了鈾、鎳、鋰、鈷、鉀，這些礦產是大量出口給美國的。如果美國的農民現在拿不到這些鉀的話，就代表他們沒有辦法拿到鉀肥，直接影響到的是川普在中西部的這些農業選民，也就是紅州的農民的票倉。所以卡尼打的牌到底底氣來自於哪裡？來自於礦產、能源、農業跟這一些製造業等等嗎？介大使怎麼看？對，所以你剛剛提的非常正確，就是他現在是用一種精準反制的方式，都是針對這些紅州他們重要的產業出手，這樣子的話，就造成這一些政治上可能是怎麼講，讓這個美國的這個期中選舉的話，最後結果對川普更不利。那川普如果說他在這個選舉中失利的話，很可能他的這些所謂的貿易戰他可能就會改弦更張。那國內的反對聲音也可能會更有效的影響美國的政策。所以基本上他是反制的是精準反制。那他的產品就是主要都是生產或者使用於民共和黨的這些票倉的州。所以這是他一個策略。那第二個就是說，他還有一張牌他還沒有用。就是說這個能源牌。事實上，美國的進口的石油裡面有一半的來源就是加拿大。那這次是美國沒有對加拿大的石油進行什麼任何的這些關稅的這種怎麼樣抵制，沒有不在美國的制裁清單裡面。這也顯示這個石油這個項目的話，可能是加拿大他手上的一張牌。不過對於加拿大來講，當然他也不希望就是說自己的禁運被迫的禁運，讓他的這個跟美國的貿易上的這個比較獲利的項目更縮減。不過這是他可以使用的一張牌。如果在未來的時候，那現在可能不是這個時候。不過整體來講的話，這個只要看一個基本盤就很清楚這一場貿易戰誰可能是贏家，誰可能是付出代價比較大的。這個基本盤就是說，加拿大的所有產品的出口73%都到美國。這是過去他對美國市場的一種因為雙方是搞經濟整合嘛，你這個就是說美墨加貿易協定之前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區，這都是怎麼樣？都是彼此在做經濟整合，彼此之間給予的關稅那麼都是低於彼此給其他這個經濟整合以外的其他國家來的低很多，所以他們是一個共同市場的概念。那只不過沒有想到美國翻臉了，而且美國翻2次臉。那麼川普 1.0 的時候就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全世界最爛的一個協定，這是美國喪權辱國的協定，所以一定要重簽。所以又重簽了，跟加拿大跟這個墨西哥重簽了改名不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改名叫美墨加貿易協定。這裡面已經把這些給加拿大跟墨西哥的一些優惠的關稅的待遇，還有優惠的貿易待遇都已經取消了很多了。所以已經整過一次了，川普 2.0 又來整一次。所以美國這次是明明白白的怎麼樣？是撕毀協議。你今天你要雙方還有協議的時候，你單邊怎麼就修改你這些所有的這些條款？這是非常非常不守信用的一個做法。所以加拿大也沒有別的選擇，就是有什麼激起來應戰。不過呢，美國對加拿大市場的依賴度相對小很多，美國只有15%的產品那麼是銷到加拿大。所以這一場貿易戰現在看起來基本上加拿大要佔上風的機會很少。只是說他在這個過程中他有一些意外的這些政治跟經濟收入。政治就是說全國很團結。第二個呢，然後呢，他們也成功的把他們的市場分散到歐盟，分散到中國大陸，減輕對美國的這個依賴。不過這麼大一個國家，你說它會立刻造成經濟的崩潰也不會。因為目前的互相的這個報復的項目不過200億美金。不過長此以往的話，我想的話，這個如果不改的話
兩敗俱傷，受傷的比較重的還是加拿大。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關稅戰，現在看起來確實對加拿大也會有一定的衝擊。但是呢，因為卡尼背後有非常多現在來自於全加拿大民眾，有超過70%的民眾都強力的支持這個對川普繼續的強硬。那再加上卡尼他其實打的就是這種精準打擊哦，所以對於川普來說，這個傷害還是相當重的。尤其剛剛我們也特別提到了嘛，卡尼打在不管是製造業、工業上面，那影響到的就是紅州，包括了密西根、俄亥俄州這些工業州。接下來对於川普的選票壓力有多大？張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這一次川普是針對的汽車、卡車這些的零件組件來課稅，從25%提升到50%，那總額度大概就是200億美金。那我們知道，在去年2025年，美國跟加拿大之間貿易雙方的貿易額總共是9000億，9000億你現在是200億，我認為比例不大。但是問題是影響到美國走上貿易保護主義，我要課稅來保護自己。其實美國在這一方面，我認為雖然金額不大，但是問題我認為美國的這個影響倒是蠻大的。你看看第一個，現在加拿大對美國的這些加拿大它很大，998萬平方公里，美國是983萬平方公里，加拿大的面積比美國還大，只是它的緯度高嘛，它面對的是北極圈啊，是這個樣啊。加拿大礦產最多，包含鈾礦啊，就是我們講到的，我們核能發電啊，那加拿大就產這些，那其他的包括鎳、包括鋰、包含鋰、包含鈀等等這些，還最重要的稀土。我們知道稀土還是要替代來源，因為中國大陸对稀土对美國的出口做管制，那你要去找替代來源啊。其實加拿大就有稀土，因為從加拿大畢竟地廣人稀嘛，它比美國還稍微大12萬平方公里，但是它人口只有4100萬呢。跟美國比起來少得多啊，所以它是非常很典型的地廣人稀，那就開採稀土嘛，因為稀土會對環境有所破壞，那你為什麼？那是剛好利用加拿大就近嘛，又是地利之便，兩個邊境相連，是不是就可以了？那第三個我們可以知道，你為保護而保護啊，你這是一個我們知道貿易在互通有無，比較利益法則，你便宜的賣給我，我便宜的我也賣給你，大家我們都雙贏嘛。那你現在一做貿易保護，你是不是美國的產業政策？美國的勞工政策，美國的這個供應鏈是不是出了問題？是，你要檢討這些，這些是本，不要光只是治標。你這樣課這200億，這個從25%變成50%，問題解決了沒有？還是沒有解決嘛？最後一個，我認為啊，這個是會外溢到政治矛盾。因為大家你要把我變成第51種，大家反而变成群情激憤。我認為外溢到政治的方面的話，反而會影響美加之間的政治跟外交的關係。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